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当周深不顾风险拥抱白鹿时，终于明白杨紫当初的做法有多正确。明星们对于撞衫的尴尬感并不同于普通人，他们更担心的是会引起传闻。在娱乐圈中，常常会出现许多这样令人惊叹的灵感闪现，在无意之间创造了许多令人惊叹的撞衫场景。说不清楚的正是越解释越多，直到周深不顾风险毅然拥抱白鹿的那一刻，直到此时，我才真正理解杨紫当初所采取的行动是多么明智。在一期《奔跑吧》节目中，所有的嘉宾都是素颜着装，并且穿着睡衣亮相。Baby、李晨以及郑恺都在出来的时候保持了正常的状态，白鹿紧随而后，一直等到周深出来。他登场时，身穿着一身仅有的印有狗头图案的睡衣，然而一到门口他就停住了脚步，目瞪口呆地站在那里。众人突然发现一个令人欲笑欲哭的问题，居然周深与他两人的睡衣竟然一模一样，一个在前，一个在后出来。两位撞衫者相互对望，眼神中透露出无法言喻的震惊。笑着的白鹿补充道：纷纷扰扰的散言传闻总是难以搞清楚。然而沙溢正在路过的时候感到非常困惑，他专心致志地只想着享受美食，然后好奇地问道：这个情况是有意安排的吗？此刻的氛围已经有些令人尴尬了。然而周深的所作所为实在是毫无瑕疵可言。明星们通常会在双方都是单身的情况下，遇到这种情况时，往往会选择解释和回避，担心绯闻越来越严重，自己会成为焦点。然而周深却选择了走上相反的道路，不再回避困难，而是积极迎接挑战。他立刻伸出双手，热情地拥抱了白鹿。随后两人毫不犹豫地一同踏入了拍摄现场。然而实际上观众更有可能将他们视为兄妹关系，他们竟然敢在风口浪尖上做出这样的事情。杨紫和张艺兴一直以来都备受瞩目，并且不断传出绯闻。杨紫在还未加入《向往的生活》之前，就已经引起了广泛的传播和讨论。他们的关系在她参加这个综艺节目后得到了更多证实，连黄磊都无法抑制自己对二人催婚的渴望。然而他们以机智的方式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，这可以被视为辟谣的典范。他们是如何实现的呢？张艺兴是在杨紫刚到《向往的生活》时去接她的。那时网络上关于两人的绯闻传播的五花八门，真假难辨。张艺兴见到她后，开玩笑地称她为绯闻女友。然而晚上降临时，他发现自己无法再笑了。众人开始在晚上睡觉之前聚集一起，准备泡脚。杨紫和张艺兴相继结束了洗澡，随后回到了房间。张艺兴走进他们的房间，手上拿着一把指甲刀，准备给张子枫送去。杨紫的眼睛敏锐，立刻发现张艺兴身穿与他相同款式的睡衣，真是搞得一团糟，无法弥补了。张艺兴回到房间后，对黄磊和何炅等人讲述了发生的事情。杨紫走出来时，身着睡衣，开口说道：这真是太滑稽了，简直就是一模一样。张艺兴顺手拿起了手机，在寻找工作室电话，准备进行紧急公关吗？张艺兴的绅士风度实在令人赞叹。他刚刚注意到自己和杨紫穿着一模一样的睡衣，于是他忍不住感叹道：这真是太巧了。后来他又关心地建议杨紫自己回去换一件。然而何老师的一番言辞后来直接击碎了他的想法。他嘱咐道：如果你们真的是情侣，就不敢这样大胆地穿着，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大家传播你们之间的绯闻。张艺兴安心下来，听到这番话后，
也随之说了一句无所谓了。原本以为这个事情就这样完结了，然而第二天却发生了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，黄老师竟然打了个回马枪。在烹饪食物的时候，他向张艺兴表示，你们应该考虑结婚了，我觉得你们是天生一对。他突然成为了一个撮合两人的月老。张艺兴在这边竭力否认谣言，而黄磊则在另一边积极劝解他们之间的问题。幸好这两个人一直都表现得毫不做作。两人在节目中共同参与了栽种树木的活动。杨紫听取了张艺兴关于他垦荒的光辉经历的讲述。当他们第一次见面时，他称呼她为绯闻女友。你这一声喊，简直差点把我搞垮了。杨紫还说，绯闻的自证成立正是因为这样的反应。总结，在娱乐圈中，即使是微小的行动，有时候也会被无限夸大。有时候解释的越多，问题反而会变得更加复杂。有时候越是试图避开，所面对的问题反而会变得更加激烈。面对的时候，何不毫无保留地、毫不羞怯地展示自己呢？他们的情商都表现出了很高的水平，这可以从4人的反应中明显地看出来。早就成为热搜的是那些脸红不知所措的人。在我们身上同样适用的是，实际上我们也能做出这样机敏的反应。如果你也遇到了这样的情况，为何不考虑借鉴这种方法呢？